迎来到16频道。今天来聊一下 The X Morning 的小说故事，关于一对已经分手的情侣了，在重逢后呢，互相不停的试探较劲，到后来呢，差点经历生离死别，最后呢，重新在一起的故事。注意后面会还有大量的剧透，所以不想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角，公的名字叫帕达皮，之后呢都会简称他做皮，性格急躁的完美主义者，梦想呢是想要透过第四权呢为平民呢伸张正义。受的名字叫达完，之后呢都会简称他做达完，做事对人呢都比较圆滑，至少呢父母离异，没有人呢可以依靠，习惯了一有问题就自己想办法解决，过分独立，不懂得找人帮忙。故事开始，皮和达完呢还是大学生，两个人都对做新闻呢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来因为课堂分组作业而多了交流，两个人呢一拍即合，从一开始单纯的讨论作业，到后来呢每天互相分享日常，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混在一起。有天两个人去了喝酒，皮勒当时正在暗恋一个学长，喝醉后的皮勒就一直在赞那个学长有多帅啊多厉害，一直听着打完了，突然觉得有点心酸，才发现原来自己早就已经喜欢上了皮。之后打完了就照顾喝醉的皮，努力的把皮勒抬回家。皮勒虽然喝醉了，但他还是有意识的，看到打完了那么努力的照顾自己，皮勒突然觉得这样子打完了很可爱，觉得如果自己有这样的男朋友就好了，皮勒便这样子想，便吻上了打完。隔天皮起床的时候就问打完要不要跟他交往，皮勒觉得双比追一个遥不可及的学长，一直陪在他身边的打完了更值得他去珍惜，所以两个人之后就顺利的交往到了大学毕业。大学毕业的时候，两个人都想要加入新闻业，两个人呢还报名了同一家新闻台的主播招聘，但是皮呢不知道原来打完了也有申请。后来新闻台的一个学长的私交通知打完，他入选了。打完了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新闻台呢今年只有开一个主播名额，而且呢新闻台之前还在犹豫要选他呢还是要选 P。 打完了想起 P 呢以前双眼发光，说只要成为记者为弱势呢发声的梦想，打完了觉得自己并不像 P 那样子有热忱，所以呢他就拒绝了这个主播机会。 P 呢也就顺理成章的获得了这个机会，但是打完做的这一切 P 呢都不知道。成为主播后， P 的曝光次数呢越来越多，也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他的梦想前进。看着在电视上呢发光发热的 P， 打完了却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迷茫，他不知道未来的自己呢到底想要做什么。渐渐的他也开始觉得自己配不上 P， 打完了很苦恼，但是呢也不敢跟 P 的讨论，怕自己人会成为 P 的负担。刚好这个时候呢，他收到了国外亲戚的通知，说他母亲的病危，需要有人帮忙照顾。打完了觉得时机刚好，可以顺便的到海外深造，但是他又怕如果告诉了 P 呢就会放弃大好的前途，跟他一起出国，所以最后打完只传了一个讯息跟 P 说我们分手吧。之后打完就人间蒸发了。正值上升期的 P 呢，突然收到打完的分手通知，感到很错愕。在他工作压力大到爆炸，最需要人支持他的时候，打完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 P 呢独自咬着牙撑过了工作上的种种困难，独自一个人在忙碌的生活中走过了伤腹之痛。最后 P 呢成功一手打造了专属他的新闻节目，甚至还得到了最佳新闻主播奖。但是就在一帆风顺的时候， P 呢却遇到了一个一天到晚都惹他生气的后辈蝶的工作态度只在乎流量，不在乎职业操守。后来蝶在直播的时候用带风向的方式呢报道了一些还没有经过证实的资讯， P 呢终于忍无可忍，在下播后呢直接泼了蝶的咖啡，结果却有人拍下了 P 呢泼蝶咖啡的影片，还把影片呢放上了社交平台。一夜之间，不知道前因后果的网民呢蜂拥而至的大骂 P， 说他耍大牌欺负新人。最后电视台高层只能换走 P， 让蝶来顶替 P 的主播位置。虽然电视台换走了 P， 但是他们也清楚 P 呢做回主播的实力，不少那么容易就放弃 P 的这个人才，所以他们就给 P 最后一次机会，让他呢主播一档新的线上节目挽回污名。但是节目组的制作人却是刚从海外毕业回来的大湾，见到制作人是大湾， P 呢宁愿做其他打杂的工作，也死不愿意跟大湾合作。然而 P 不知道的是，大湾呢其实是特别专情从海外的赶回来，就为了救 P 呢岌岌可危的事业。经过在海外深造的日子，大湾呢不再是当年那个对未来感到极度迷茫的社会新鲜人，他作为节目的制作人的能力呢得到了很多同业的认可。大湾呢清楚自己的当初一走了之对 P 呢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这次回来就是想以挽回 P 的事业去补偿他过往对 P 呢造成的伤害。一开始 P 呢临死也不愿意跟大湾合作，
但看着这高昂的消费账单，还有母亲呢在咖啡事件后传来的慰问，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Peter 终于答应跟达完合作。但是因为 Peter 过往凡事力求完美的做事风格，得罪了新闻台里不少的同事，根本没有人呢愿意帮 Peter 新节目。而且因为 Peter 破咖啡的影片在网上疯传，即便 Peter 本意想要上街采访当作弱势，在采访的过程中 Peter 却反过来被人追着打。幸好透过达完圆滑的交际能力呢，最后都把问题呢一一的解决了。而且达完也尝试开解 P， 引导 P 呢学会如何的跟同事交好。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 P 跟达完必须要回 P 的老家采访，但原来 P 没有告诉母亲他跟达完已经分手了，所以两人就一直在 P 的母亲面前装恩爱。过程中呢，当然过去美好的回忆向他们两个袭来，两个人都一再的对对方动心了，气氛呢偶然会变得很暧昧。结果在离开老家的时候， P 的母亲才说其实他早就知道两人已经分手了，他也劝两人要跟着自己的心走。之后 P 跟达完还是要继续的忙工作，因为人手不足跟时间紧迫，两人很常凑在一起，什么事呢都要亲力亲为，一忙上来甚至还需要到对方的家过夜。两人都重新开始习惯有对方在的生活，在工作的同时，两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不断互相的试探暧昧。终于有天擦枪走火，两个人就吻上了。但是冷静过后， P 还是不能原谅达完当初的不告而别。 P 哭着说达完对他造成的伤害太痛了，他不懂为什么达完要这样子对他。看着 P 的眼泪，达完只会哭着说对不起，但是还是不敢跟 P 说出他离开的原因，因为达完至少要成为 P 可以依靠的太阳，他不想让 P 看到软弱的自己。看着达完还是不愿意讲出离开的真相， P 伤心的甩门而去。 P 清楚知道自己还是喜欢达完，但他不能接受自己的爱人不愿意跟自己诉苦。 P 不希望达完只为他人着想牺牲自己， P 也想要分担达完身上的苦恼，情侣就应该要互相扶持，但达完却做不到，只会硬撑。 P 想说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时间到了达完就会想通，然而并没有，因为 P 甩门而去，达完以为自己跟 P 再没有任何机会，就接着消愁，结果走喝一喝，还差点被不怀好意的人趁机带走。 P 及时赶到，公主抱走了达完，之后还狠狠地骂了达完一顿。 P 要达完不要再在他面前装完美，他也不需要达完补偿他，他只想要知道达完当初离开的真相。最后两人慢慢的谈开了各自的心结，但谈开后的两人没有急着要立马在一起，他们想要先全副的心力把工作做好。 P 达完的新节目叫 The Next Morning， 透过深入探讨各种民间疾苦，获得了大量的好评。就在节目蒸蒸日上的时候， P 却差点被人暗杀。当时达完开车载着 P， 为了保护 P 免受伤害，达完不顾自己的安危，想办法甩掉暗杀者，但结果却是双双的出了意外。幸好两人都只是受了轻伤。经历过这次的意外，两人就不再浪费时间真实的交往了。之后两人一查才发现，当初 Dana 是受人指示故意的惹怒 P， 就为了想办法让 P 不能再当主播。原来在之前的节目P盯上了一宗谋杀案，他觉得当时警察调查太松散了，所以一直有在做跟踪报道。在经历过差点被暗杀后， P 重新翻阅了档案， P 和达完甚至还深入了实地调查，最后堵破了有人买通官员走私有毒废料。调查过程中， P 和达完遭到了追杀，在不确定明天是生是死的情况下， P 向达完求了婚，即便之后生死未卜，达完还是答应了 P 的求婚。最后两人逃过了追杀，还抓到了幕后主脑。透过报道这个事件的 X Morning 大获成功，从本来一周一次的线上节目变成了逢1到5的电视晨间节目。 P 之后还再次获得了最佳新闻主播奖。之后 P 还在直播上宣告了他跟达完的恋情，最后两人顺利的结婚了，完美撒花。以上就是 The X Morning 的小说故事。现在看起来剧跟小说有一些细节其实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不确定之后剧的走向会不会跟小说一样。其实 GMM 的剧大部分都跟小说长得不一样，只是看了差了多少而已。小说里的 P 跟达完都是感情很细腻，内心戏很多但又不讲清楚的人。小说里的 P 跟达完其实一共互相求婚了3次，每一次都非常的感人。希望剧可以至少拍1场出来。小说的部分个人是觉得很值得看，特别是两个人的内心戏的部分，那种挣扎纠缠的情绪表现，有时候真的需要靠文字的力量。可惜GMM 现在只有出台湾的实体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对 The X Morning 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一起讨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